延安作为我党的红色革命根据地，在毛主席的领导下，曾在这里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。可为何在建国之后，毛主席再也没有去过延安呢？当时在红军结束长征后不久，毛主席等一系列重要领导人就驻扎在了延安，随后还建立了延安红色革命根据地。在延安生活的这段时间，毛主席即使工作再忙，也会抽出时间和当地的百姓交谈，询问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。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，延安迎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。毛主席一边需要关注战场上的事情，一边还要关心农民们的生产问题。除此之外，毛主席是非常乐意倾听民众声音的，遇到负面的声音也不会生气，而是以人民的角度去看待问题、解决问题，时时刻刻为民众着想的毛主席，也因此受到当地百姓的爱戴，使毛主席和延安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感情。直到1947年，蒋介石下令让胡宗南率队大举进攻延安，以我军当时的实力还不足以对抗胡宗南的大军，所以有人提议可以先过黄河暂避锋芒，但毛主席却表示这样不妥。面对国民党的步步紧逼，毛主席决定暂时撤离延安，转战陕北。这期间，曾有人向毛主席提议可以直接过黄河暂避，但毛主席却表示，我们在延安住了13年，如果这样做，实在对不起当地百姓。无论如何，也要带乡亲们一起走，然后再渡黄河。到了1948年3月23日，从延安走出的毛主席一行人走向了西柏坡，在这里进行全国最后的解放。新中国成立初期，全国各地都向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发去了贺电，但毛主席唯独在10月26日回电了延安和陕甘宁地区的人民。在回电中特别提到，延安和陕甘宁地区为全国解放带来的巨大贡献，以及鼓励当地人民尽快发展经济和文化建设。从这里也不能看出毛主席对延安地区的特殊情怀，并且在建国之后，毛主席曾多次提出想要再回一趟延安的想法，但这个心愿一直未能实现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建国后，国家发展的重点一直是东部、南部等地，西北地区因为人口稀少、气候问题等条件受限的原因，发展机会一直较少，所以毛主席视察的次数也比较少。而且毛主席去各地观察，不喜欢乘坐飞机，相对来说更青睐火车。因为在毛主席看来，外出视察需要沿途的多个地方，如果坐火车的话，可以沿途随时停下，比较方便。但西北地区因为发展相对比较迟缓，再加上地形等原因，交通相对来说也不是那么方便，有些地方连汽车都走不了，只能借助人力车、马车的工具进行运输，费时费力。所以毛主席从建国之后，基本上很少去西北视察。虽然毛主席因为各种原因导致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再回一次延安，但是通过与延安代表的会面和熟悉的土产，依然能感受到延安人民的热情，依然与陕北的人民心心相连。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，可以点赞加关注，我们下期见。